小姐，今日是谢公子上门提亲的日子，老爷和大姑娘都在花厅等着呢。提亲？啊？我重生了，我重生在谢郎提亲的这天了。我和夫君一生举案齐眉，恩爱两不疑。哎，可惜夫君一体术离我而去。夫君，我谢无云发誓，这辈子都会守护林清雪。夫君，真的是你，这事我一定要治好你，不再让你再早早离我而去。在下愿以盛京百家商铺为聘，求娶林家大小姐。不可能，上一世求娶的明明是我，这一世怎么变成了姐姐？难道谢无云意中事？上一世，摄政王求娶林清如，我因晚到一步，去了林清雪。好茶。不敢，见他过得好，我便下定决心和林清雪好好过日子。你自己沏的茶吗？对呀。少爷，不好了，林大小姐出事了。什么？千世千里可相寻泪，终于获得了一丝重生。青山花，你摘烟花，定不能让青瑶再像前世那般惨死。爱你爱他。在下愿以盛京百家商铺为聘，求娶林家大小姐。夫君，林清雪，上一世她明明是摄政王来了后才到，我如今早到，她怎么了？夫君，难道林清雪也重生了？参见王爷。既然大小姐已有婚嫁，那本王就求娶二小姐。好。原来谢郎喜欢的一直是姐姐吗？谢郎，今生你已经连与我都不愿分我伴侣了吗？姐姐上一世嫁给摄政王，是因为同他心上人有6、7分像。摄政王心上人回来后，姐姐便被贬妻为妻。不要！王爷，放我出去！王爷，放我出去！王爷，关在院子里受辱，最终疯魔。好不容易跑出去，绝后世界。可我若是拒绝，林家得罪不起摄政王，父亲恐怕不会同意。小女自幼养在深闺，没见过什么世面，突然王爷亲自来求媒，一时激动落泪，还望王爷多多包涵。无妨，那本王就静候林大人佳音。恭送王爷。那在下也告辞了。谢无语，你明明知道我嫁与摄政王会死，难道你是要我替姐姐去死吗？不行，我不能死。
爹，听闻摄政王性情暴虐，我不想嫁。这逆女，哪听的胡话？摄政王犹如圣上亲临，他说的话就是圣旨。你说不嫁，你可知等待林家的是什么样的祸事？为了林家，就不惜填上我的性命吗？你，来人，把二小姐带进祠堂反省。她什么时候反省好了？什么时候放出来？任何人来探视。妹妹，这是母亲给我的嫁妆，没想到你我姐妹二人竟然同一天出嫁。姐姐没什么可拿得出手的东西，还叫妹妹不要嫌弃。你别假惺惺的，你就要嫁给谢公子，姐姐快去吧，别误了吉时。假惺惺的演给谁看呢？若是真的心疼我，怎会抢了我的夫君，眼睁睁看着我跳入火坑？妹妹，你别害怕，没事的。姐姐，为什么是我？我不想嫁。清许，你要是害怕摄政王的话，我替你嫁。我替你嫁。你我二人长相有6分相似，大婚当日换了身份，不会有人认出来的。等到第2天万事尘埃落定，也就只能这样了。清许，我不是有意要抢你的好婚事，只是我打听过了，谢大公子他是个好人，你脾气太倔，摄政王他脾气暴躁，我害怕你。而且你喜欢的是谢大公子，若是我和姐姐换妻，罢了，至少现在姐姐还活着。她生性纯良，虽懂得察言观色，但不懂后宅的弯弯绕绕，只知道一门心思的对他人好，对我只会更好。这辈子我不能再让她重蹈覆辙了，死得那样凄惨。不，姐姐，你要嫁给谢无云，而我也会给自己找到退路。你说，堂堂侍郎嫡女，居然嫁给了一个不良于行的人，真是可惜了。谢无语，为了不让姐姐被人耻笑，竟不顾腿伤，骑马迎亲。果然，我不过是姐姐的替身罢了。石桥上和桑外，是风雨绵绵。夫妻对拜，这是小两口，真配啊！你看看这小两口，哎呦，真好。阿木，心柔，你没死啊？这难道就是裴木的心上人？可我明明记得上一世，这人是姐姐嫁给裴木1年后才出现的，为何提前了1年？恭喜摄政王，喜结良缘。公子儿，王爷。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就林家还想攀高枝，活该被当众打脸。你看这婚事，怕是连青楼纳妾都不如。是。王爷忽有急事，怠慢诸位，还请诸位且先入席用宴吧。来，各位这边请。小姐，吃点东西吧，您都忙了1天了。这王爷也真是的，这成亲礼未成，就把你一个人甩在大堂上，不管不顾的跟着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跑了。那明儿个全京城还不知怎么风言风语的传您呢。放心，他们不会挑我的错处，是裴木先换了礼数，他们要是指责我，就是指责他，所以他们只能夸赞我识大体。小姐，您懂得可真多。我一个深闺之人，哪里懂得这些？都是血，都是上一世谢无云教我。
小姐，你怎么哭了？没事，我只是在想，可以利用摄政王和那姑娘的关系，还有我们今天未行对拜之礼，给他把婚事退了。可是王爷能那么容易把我们放走吗？按照上辈子裴木对心上人的宠爱程度，定是舍不得让他伤心。王爷，您怎么来了？王妃说笑了，你我昨日成婚，本王留在这里歇息，有什么不对吗？王爷，你与我二人昨日未行对拜礼，我还不算你的王妃。况且我知道您心愿。怪本王，让王妃受委屈了。今日本王就补你一场婚礼。来人！和裴木补完婚礼后，他宠我宠到举国上下人尽皆知。小姐，王爷派人从岭南专程给您送来的荔枝，还新鲜着呢，您快尝尝。小姐，王爷对你可真好，就因为你说了一句荔枝熟了，他就让人快马加鞭的给您送来了。我可听说了，为了送这些荔枝，可足足跑死了6匹马呢。林清雪，你别忘了，姐姐也曾被他如此宠爱，最终还不是被贬妻为妾，横死京都。你清醒一点。你们是怎么照顾王妃的？快去找太医院院守李大人来。是。兴许是白日吹了风，没事的。兵来山倒，得让太医好好看看。太医，快！王妃这几日有些劳累，受了寒，老夫开几副药便好。好。慢点，乖，快喝下。我给你买城东的桂花糕。他竟然如此细心，难道他真的爱上我了？我走了。补上的事交给下人去，千万不要累到自己。火苗或灿烂是星海，那是爱枯荣中王妃，大姑娘给的信。这是谢无云的笔迹。谢无云为何借姐姐之手送来这封信？难道他已经发现我重生了？也是，我那时的异常，又怎能瞒过长有一颗玲珑心的你呢？谢无云，你我这辈子已是陌路人，又何必再与我牵扯上关系？这是裴木的吗？马儿乖乖的，千万别出声，别让我被发现了。柔儿莫哭，你知晓，我与他只是逢场作戏。王爷，柔儿知道，只是看着你和王妃琴瑟和鸣，但是我只能住在这小小的庄子里，柔儿，他只是个靶子，一个保护你的靶子。我所图谋的位置太大，必须有人牺牲，而你的存在太过危险，所以先把你隐藏起来。待到时机成熟，尘埃落定之后，皇后的位置只能是你。那王爷一定要信守承诺。这是柔儿亲手剪的小象，王爷一定要随身带着，这样柔儿就像陪在王爷身边一样。好。原来裴木对我好，
是为了保护他心尖上的人，他从未爱过我。林清虚，你还真是可悲，两世2个男人，居然得不到一颗真心，他们都想要你去死。他人之事皆不可靠，权力还是握在自己手中才好。裴墨，既然你想要那个位置，我便让你也尝尝触手可及又失去的滋味。你怎么在这儿？这畜生，你怎么跑过来？姐姐，妹妹，你来了。听说王爷对你很是宠爱。姐姐，我要见谢无云。姐姐，你放心，我对谢无云已没有了情意。我此次前来是有要事相商，事关我的性命。只是兹事重大，我没办法交代清楚。等到事成之后，我一定细细给你解释。我的好清虚，一定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吃了很多苦吧？你等着，我去给你叫阿云。月明云淡露花浓，几枕愁听思依旧。上秋送月复西风，落叶尽残梦，闲不过得还好吗？疏落红。裴木要谋反之事，你知道多少？不算多。那裴木拿我当成靶子，要送我去死这件事，你可知道？对不起，对不起，我没什么好对不起的，事已至此，想办法解决就是了。有什么好对不起的？事已至此，想解决办法。我手里有裴木想要谋反的证据，只要联合天子，就能把他扳倒。只是你要受些委屈，等到事情尘埃落定，我才能把你从中摘出来。我已经受了多少委屈？为什么我现在还要吃苦头？你这辈子为什么要送我去死？我没有，我抢在裴木面前找到了聂心柔，将他送了回来，所以你这辈子为什么不娶我？因为我欠了清柔一条命，因为你足够坚强。好一个足够坚强！我能有如今的性格，都是为了你谢无语，可你却因此放弃了我。谢无语，我知道你是天子的人，但我要你帮裴木坐上那个万人之上的位置。姐夫不要急着拒绝，我有一个姐夫无法拒绝人好题，看在我们上辈子是夫妻的份上，你也应该听一听。我知道姐夫因身体缺陷无缘朝堂，等我登上高位，定让姐夫以残缺之身封侯拜相。什么意思？聪明如你，不会想不到裴木登上高位后，我会想法子除掉你。在说什么？在说什么？姐夫，救我王爷！我与王爷夫妻恩爱，你却在此胡言乱语，是何居心？王爷，王爷，姐夫刚才说，您将宠爱妾身的事流传圣经，是为了捧杀臣妾。你不会这样对我的，对吗？本王对王妃如何？王妃还不清楚。裴木，这是信，我就知道王爷不会这样对我。谢公子，别人家的家务事少管为好，免得惹火烧身。我是看在她是柔儿妹妹的面子上提醒你，圣经的水深着，怎想知
一妹却如此之想，枉费我一番好心。本王的事，还轮不到你来操心。若有下次，即使你是宰相之子，本王也绝不轻饶。哼！本王先告辞了。王爷，您来了。王爷，柔儿，裴母，她真是爱聂心柔爱得起。这本苗条，江湖放浮沉，刀剑笔身，敢做不愧人。阿木，王妃虽不名冠京城，却也是温柔可人。你难道一点都不心动吗？我每晚去了哪里，你还不知道吗？那你夜夜来我这儿，王妃不会起疑吗？你放心，我每次与他同房时，都会使用一种药，让他以为和我同房，实际上没碰过他。裴木，你好好找找你苦心寻来的药。裴木怎么还不来？小姐，不好了，王府传来消息，说王爷进到王妃的房间，已经1个时辰还未出来了。什么？那人果然信不得。蓝星，现在马上派人去王府，快去啊！王爷，属下有事要禀报。王爷已经歇息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王爷，聂姑娘出事了！放肆，擅自惊扰王爷！来人，给我好好教教规矩。聂心柔这就按捺不住了，她不知道你此刻正在梦里同我行鱼水之欢。王爷，这血迹为何像处子之血？不能让你听许知道他之前都未曾同我圆房，怕是要起疑我对他的宠爱。王妃，本王前几日为你剪小象时，不小心划伤了手，兴许是我们刚刚太过投入，伤口被裂开了。王爷有伤在身，切不可贪欢了。本王还有要事处理，王妃早点歇息。裴母，离间你和聂心柔，这只是刚刚开始。怎么了？阿莫，你来了。你这手怎么了？本想给你做个荷包，没想到用剪刀的时候不小心划伤了手。这种事情何必亲自动手，交给下面的丫鬟便是。可是我想亲自给你绣。阿木，你今日为何来得这般晚？可是王妃不让你走。柔儿，我……裴母，你竟敢和林清雪圆房！我自知现在名不正言不顺。柔儿，受委屈了。等我登上权力顶峰，定以江山为凭，许你皇后之位。
我不在意什么皇后位，只要永远的留在阿木身边，我就心满意足了。柔儿，此生我一定不负你。对了，阿木，我送你的小象，你把它放在这个荷包里，这样柔儿就永远的陪着你了。今日听闻你受伤了，出门着急，忘在府里了。我看阿木就是不曾把我放在心上。怎么会？还不是因为听闻你受伤，才忙中出错。前段时间不是说喜欢一套首饰吗？明日便去拿。听说去城东的首饰铺。啊！哎呀，这东西确实不错啊！你看看我戴这个，大胆，敢当街冲撞摄政王妃，你眼里还有没有尊卑啊？怎么了这是？你看看，这谁呀？这什么人呀？这没事，还敢冲撞王妃呢？胆子可原来是王妃啊！区区王妃算什么？待阿木大业一场，我就是当朝皇后。听闻王妃贤德淑良，该不会同我计较。哼！你敢打我？你一介民女，当街冲撞王妃，按大周律法，当杖责20，我打你都算轻的了。不过轻轻撞了一下，何须拿律法压人？百姓皆知摄政王爱民如子，难道王妃是要好好败坏摄政王的名声不成？从前我或许会在，现在，这位小姐，既然说我们以权压人，不如上报宗人府，等待裁决如何？若是去报了宗人府，那裴荣知道，怕是会觉得我坏了他的大事。先让你威风一会儿。王妃大人大量，是民女鲁莽了。这位小姐起来吧，王爷勤政爱民，本王妃自然该有容人之力。可是请小姐日后认清自己的身份，免得冲撞其他贵人。老郭，不愧是摄政王妃呀，被冲撞了都可以不计较。对呀，是这真有大量啊！先让你得意会儿，等我坐上那皇后之后，定好看。聂小姐，您来了，真是令我们小店蓬荜生辉呀！我上次看中的那套头面可还在？在的，在的，我一直给您留着，我给您拿啊。您来了。您之前订的头面，你看可否满意？我今天来时，这个头面我要。聂小姐，这可能不合适吧？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这是春风先生临终前特意为王妃打造的，仅此一件。买东西讲究的是先来后到，不仅这是我先进的门，难不成王府的人惯会抢东西？叶星辰，既然你想要花钱，那我就帮你吧。既然这位夫人也喜欢这套头面，不如我们竞价如何？哼，竞价就竞价，这头面我要3倍价。回聂小姐，这副头面的原料是南海鲛人鸮、西域夜光石，宫本价变。啰嗦！我有的是钱，看这小破店不成？王妃，你说呢？我在这位夫人的基础上再翻1倍。一个头面居然转眼间翻了6倍，当真是摄政王妃，真是豪气！哎，这什么东西？这小象简直和王妃一模一样。对呀，确实一模一样。我送给阿木的小象，为何会在他手里？这个小象是王爷亲手剪的，为此还伤到了手，真是让大家见笑了。只要勾下怀疑的种子，我就看你2人如何一些。
阿木竟然骗我再翻1倍。这姑娘一下出手翻了12倍，当真是出手阔气。翻了一番，你真是。哎呀，王妃怎么不说话了？难不成连个头面的钱也拿不出来吧？这位夫人大气，这套头面归您了。哼，摄政王妃又怎样？我看上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聂小姐，那就随我来这边付款吧。这套头面的公本费是1万两，您说愿意出12倍折扣，这加工费我就不收您的了，一共是12万两。问您怎么付？什么？12万两？什么？12万两？12万两！林木总共才给了我5万两，这该如何是好？还是这个头面更适合我。这位夫人刚才不是信誓旦旦的说志在必得吗？怎么突然又不要了？莫不是没有钱，故意找的借口吧？刚才看他嚣张的样，还以为多有钱呢。没钱就是骗子吧？谁说我没有钱的？只不过我今天出门早起，忘记带钱了。掌柜的，稍等片刻。南星，你去府中将我的提起钱取出来。你谦虚，今日给我的耻辱，我定要在你身上1000倍万倍的疼。小姐，你忘了呀？您的提起钱伤员买浮光锦了，如今只剩3万两了。掌柜的，麻烦您到时候把这头面送我府上，到时候自会有人结账。看来还得再去找唐培木。等一下，不知夫人的手镯是从何而来？这个是我夫君所赠，怎么？哦，那就奇了怪了。本王妃也有个一模一样的手镯，只是前几日丢了。你的镯子丢了，与我何干？难不成王妃是看中了我这手镯，想找个理由要去？是与不是，交由京兆尹裁决。春桃，报官。是。不要报官！若是被杨乐问出镯子的由来，暴露我和裴木关系，但我们他的计划怕是……王妃怎么能证明我这手镯就是你的呢？难道身为王妃就能这样随随便便冤枉人吗？哼！证据，王爷送我的手镯乃是皇家独有的花丝镶嵌工艺所制，普通人用不起，也不敢用。看这手镯做工工艺着实不凡啊！是啊，不能真的是偷的吧？确实看着不像。说不定就是偷的。你们胡说，我没有偷东西。既然这样，那就给大家看看，让大家瞧瞧这镯子到底是不是我的。难道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王妃乃是我们东家，你拿了我们东家的东西，我帮东家天经地义。好你个林清虚，竟然敢算计我！不问自取是为偷，难道王妃的店铺就能罔顾王法吗？谁报的官？谁报的官？是我报的官。王妃，不知王妃报官有何事？我前几日丢了一个镯子，不知为何出现在这位夫人手上。这位夫人刚刚出手阔绰，这翻倍买头面的钱，该不会也是偷的吧？我没有偷。大家好好看看这镯子上的雕刻工艺和花丝镶嵌工艺，在市面上有吗？真是好东西。是啊，我就说这镯子做工着实不凡，确实不凡。这手镯采用阴雕、阳雕、镂空雕相结合的方式，在羊脂白玉上雕刻出细腻的花纹、立体的图案，实属罕见啊！上面确实有皇家独有的工艺。这位夫人，跟我走一趟吧。阿木，林清虚不仅当街让我下跪羞辱我，他还联合店家哄抬物价，还报官抓我。柔儿，别再哭了，当心哭坏了身子。这不就是因为你送给我的镯子吗？才让林清虚抓了你。
阿木，你一定要为我做主。柔儿放心，此事我定会查个清楚，给你个交代。只不过，现在还需要利用他稳住局面，不能下狠手。阿木，我晓得的，我只是受了一点委屈，也没有受伤，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柔儿，你受委屈了。对了，阿木，我送给你的小象为何在林清许手里啊？定是他趁我不注意拿了去。柔儿放心，我回去就给他要回来。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都会答应。我阿弟一直想入朝为官，你能帮帮他吗？这朝中局势复杂，不是还有你吗？我知晓，你一直想要坐上那万人之上的位置，有我阿弟给你帮忙，定会成为你的一方势力。这样大周的所有东西便在我离国的掌握之中。那看在柔儿的面子上，我就给他谋个一官半职。不过你切记要叮嘱他，谨言慎行，切不可出岔子。阿莫，我知道你最疼我了，你真好。王妃，王爷昨个一宿都没回来。心爱的人受了委屈，当然要花时间哄哄。裴木沉溺温柔乡，正是我布局的好时机。你去查查这个店铺，找到他们官商勾结的证据。是。王妃这是要去哪儿啊？见过王爷，臣妾准备去谢府看看姐姐。听说王妃昨日因为一只镯子惊动了京兆府，可有此事？王爷，您还记得您大婚之日送我的那只镯子吗？昨日我竟在一女子身上见到了，竟敢有贼偷到我们王府头上！此等风气，若是不严惩，世人该说王爷管不好家宅，又何以震慑天下？王妃言重了，这镯子本就是一对，昨日义父家添丁，派人把另一只送去了。可是京兆府说，这确实是臣妾的镯子，您可能不知情，这是您送给臣妾的第一份礼物。臣妾为了留作纪念，在镯子的内环刻上了臣妾的名字。昨日那女子手镯内环上的名字，确实是臣妾的。把这两个镯子找两个不同颜色的盒子，红色的给柔儿，绿色的给清许，知道了吗？知道。白月光影，清许，你还真是公平。王爷要是没什么事，臣妾就先告退了。这才刚刚开始。姐姐为何事心烦？前些日的盛京米商行涨了一次米价，如今不知为何又突然抬高了价格，百姓怨声载道，谢府也囤积不足。姐姐可有想过联合其他米商，联合其他小米商一起抵制商行，然后暗中收集他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证据，再向盛京府尹举报。听闻盛京的府尹是一位清正廉洁、一心为民的人，定能迅速解决此事。这些人甚是可恨，看我一介妇人就刁难我。对付这些欺软怕硬的，你只需要林清许，你的成长还真是令人惊喜。阿云，刚刚妹妹告诉我一个好主意，我都听到了，就按小姨子说的办。姐姐，
你先准备一下，此事宜早不宜迟。我和姐夫商量一下后续事宜，确保万无一失。清雪，我想我们已经说明白了。姐夫误会了，如今你是我姐姐的夫君，我们之间清清白白。今日我来是想问姐夫，对于我上次的提议是否想清楚？谢无云，我知你前半生所做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入朝为官，却因不良于行而止步于乡试。宰相之子，难道就甘心一辈子当个商贩？此事稍有不妥，便会粉身碎骨，不能再让阿柔死在我的面前了。若我说我有个万无一失的法子，你要怎么做？姐夫做壁上观即可。你放心，我也不想让姐姐如上一世般惨死，希望姐夫能够早日做出决定。多谢公子。谢无忧，上一世因谢无云无法入朝为官，不得不弃武参加科举。这一世，我要让谢家两兄弟都成为我登上权力顶峰的助力。看什么呢？哥，刚才那位姑娘是谁啊？她笑得可真好看。她是摄政王妃，身份尊贵，可不是你能遐想的。以后离人远点。她就是摄政王妃啊，怪不得摄政王对她宠爱有加。我说的你听见没？知道了。这商铺简直可恶，和户部侍郎勾结，不知道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这户部侍郎居然是裴木的人，还真是意外之喜。我家王妃为了收集谢府政敌的这些罪证，不知道熬了多少个夜。谢公子，你应承与否？是否该给个痛快话呀？春桃，休得无礼。这份证据，谢相应该很感兴趣。姐夫，不要让我失望。买米！我们要买米！我们要买米！我们要买米！让我们百姓吃不到米，我看你们现实比报！别开了！对，别开了！是啊，别开了！太大了，你们！兄弟们，不行就砸了！不行，请诸位稍安勿躁，我们正在向商行收集证据，不是你家就能降下来的。将那两人拿下。是。哼，说的好听，你们这些商人唯利是图，怎么会放弃这么好的机会，为我们百姓着想呢？是啊，对呀，兄弟们，上！什么事啊，都是上！我看你们谁敢！再这么闹，我们就去报官。没事了。这帮刁民真是太可怕了。对付他们，你就得强硬一点。还有，不要过早的透露自己的计划。刚就有2个商行派来的探子，如果把他们放回去报信，再想收集证据可就难了。我虽是庶女，但我好歹是堂堂侍郎之女，若不是成为一介商妇，他们又怎敢如此对我？我又何必处处小心？让你嫁给我，让你为难了。我家王妃为了收集谢府政敌的这些罪证，不知道熬了多少个夜。谢公子，你应承与否？是否该给个痛快话呀？好了，都会解决的。我们回家。就是别走了！夫人，二小姐今日还特意来府上，趁您不在，还和咱少女单独聊了好一会儿呢。哪有小姨子单独私会姐夫的道理？就怕二小姐有二心，您可别忘了，
在您出嫁之前，二小姐对咱爷那可是喜欢的紧呢。少爷，之前高成本从商行那儿买回来的米，若是低价卖的话，怕是回不了本了。这都是用真金白银砸进去的，咱们损失不起啊。不用一次性直接降价，可采取逐步降价的方式，先小幅降低价格，吸引部分百姓购买，然后推出买米赠送礼物的活动，可以送一些厨房用品，还有当季新鲜的蔬菜，以此增加销量。姑娘所言极是，这具体的降价准备应该细细斟酌，不知姑娘可有详细的想法？依我看，这第一次降价幅度可以控制在1成，至于赠品，就可以选一些成本较低但是实用的，比如竹筷、粗布手帕之类的。这样既可以增加销量，也不至于损失太大。而且可以在店铺门口张贴告示，详细告知降价的原因，是为了让百姓都吃上低价米，这样还能提升店铺的声誉。林姑娘，这办法好啊！既能卖米，又能得个好名声。只是这告示不知道怎么写才能让百姓们都相信呢？夫人您瞧，不知道的还以为少爷和二小姐才是夫妻呢。姐姐，你放心，我对谢无云已没有了情意。妹妹，你当真对无云没了感情？那你为何又频繁接近他？有些忘了。叫后厨做些饭菜。少爷，厨娘今日请假了。厨房有菜吗？嗯，我可以自己来。你什么时候学会做菜的？我一直都会啊，只是前一世嫁给你之后没有机会展现。尝尝我的手艺。这是……尝尝我新做的菜。你的做饭的手艺师承何人？家常小菜何必去学？为何清许做的味道和舅母之前做的一模一样？夫人，您把二小姐当姐妹，可是她不一定把您当姐妹啊。亲姐妹还有反目成仇的呢，更何况我们还嫡庶有别呢。公子日后切勿再轻生了，你我二人就此别过。姑娘，
请问怎么称呼？如果日后有缘再见，我自会告知公子。是的，阿柔才是我的救命恩人。这天下搞得相似的多了去了，我居然因为一份菜怀疑。今日铺子怎么样了？无恙的，铺子的事情都已经解决了。那人呢？可曾遇见什么有意思的人？没啊。无许，你明明和妹妹相谈甚欢，为何却不愿告诉我？小姐，这个荷包很旧了，做工也粗糙，需要我帮你丢掉吗？姐姐怎么了？姐姐绣的荷包很可爱，送给我吧。你觉得可爱？我很喜欢的，不如姐姐跟我交换。很好看。不用了，留着吧。哦，来，我允你会一直爱我的，一直对我这么好吗？这第一次降价幅度可控制在1成，至于赠品，就可以选一些成本较低但是实用的。好端端的，我怎么会想起林清雪？我当然会一直都对你好。我铺子里面还有事，我先去忙了。夫人，不好了！少爷和王妃进了酒楼包厢，已经1个时辰了，还未出来。户部侍郎已被抄家流放，姐夫想清楚，若是跟我合作，我定让你以残废之身封侯拜相。为什么是我？谢家虽是天子的人，可天子不会因你一人而推翻大周律法，可我就不一样。若我登基，你我可共同监管。你很聪明，但若想跟我合作，筹码还不够。这二小姐竟如此恶毒，敢如此勾引我们姑爷，我这就去阻止他们。先回府。怎么了？没什么。夫君在闵行待到这么晚吗？若我说我有法子能让裴木死无葬身之地呢？阿柔柔若此事多一人知道，就多一份危险，还是不要告诉他清雪的话了吧。对了，你是嫌夫君回来的太晚了是吗？你放心，我下回一定早点回来。阿柔，青柔，怎么了？没什么。今天有点累了，咱们下次吧。是真的。
还是不行。夫君，这些天因为米铺的事，我们已经几日未同房了。我明天店铺还有事要处理，我们还是早点休息吧。夫人，您昨日为何要阻止奴婢？您是当家主母，就应该有个当家主母的样子。好好教训一番那狐妹子。要是再暗通款曲，这谢府哪还有咱们的位置？你说的对，我不能坐以待毙。小女最近发现王妃频频和谢武云见面约会，举止亲密，希望摄政王明察。你去把这封信拿给摄政王，记住不要被人发现。是。你忍着点儿，可能会有点痛。春桃，为何你家王妃包扎的手法如此熟练？哦，这就说来话长，是当年我家小姐为了救一个要自杀的瞎子学的。自杀的瞎子？你可曾记得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好像是康兆2年，我家小姐为了去外祖家省亲，遇上了一个要自杀的瞎子跳崖。你们说什么呢？没什么，我铺子还有事，先告辞了。你派人去重新查一下当年救我那人的事，尽快。是。回府。阿宇，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般早？我竟然没想到你这样想我和林清许的关系。恕你和他清清白白，你们俩又怎么会私会？你还抱着他？我没有，那是他不小心。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如今拿着这封信来问我是不是想要维护他，你是不是对他动了感情？我和他不是你想的那样。说你对他无情，你为什么不敢直视我？是啊，我在林家我就处处都不如林清许，在管理铺子上我也不如他。那既然如此，你当初为什么要娶我呢？若没有你，就不会有如今的我。我只想好好护着你。海云，你不要再跟林清许见面了，好不好？我们好好过日子。我答应你。公子，公子，当年的事有结果了。原来林清许才是我心心念念要找的人。我有事先去趟书房。顾云，你刚刚还未答复我呢。轻柔，我跟林清许还有事情要谈，等我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再来告诉你好吗？
无云，无云，哦，是发生什么事了吗？无云，你知道？我还有事，就先去米铺了。怎么会没有呢？那封让我冤魂不守舍的信，难道已经被他处理了？原来无云是因为清许救了他，才接近清许的。是我误会无云了。说吧，找我什么事？我答应你。姐夫前几天还说不够吗？你突然又想通了？是我不知道，其实你一直就是我要找的人。这老天还真是会开玩笑，其实我早就找到了，可惜我却弄错了。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原来无云爱的人一直都不是我，而是林清许。我不过是阴差阳错罢了。林清许，为什么你什么都要跟我讲？在林家你就处处压我一头，现在就连无云的爱你都要抢走。不对，无云他还是爱我的，只要把他从林清许手里抢过来，我们就还是一对恩爱的夫妻。清雪，对不起。你不必道歉，情爱如今于我来说，皆是过往云烟，权力远比情爱更可靠。我要你帮我坐上那万人之上的位置。怎么了，王妃？王妃，你是不是这个月的月事还没来啊？传太医，哎，王爷，许是吃坏肚子了，还是先让府医看看吧。若不是，还请王爷不要怪罪。那就按王妃所言。禀王爷，王妃确实是有喜了。若是林清许一时有意，借着舆论都站在我这边。快去请太医来，让他们好好给王妃保胎。是。慢着，太医是裴母的人，来了我必留心，绝不能让裴母请来太医。啊，王爷，民间有一说法，在女子怀孕初期，若是请医太多，会冲撞胎神。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不想让他有任何闪失。何有此事？民间确实有此说法。王妃又刚刚怀孕，身体娇弱，最忌惊扰。这怀胎10月，讲究的就是个稳字。那就依王妃所言，给本王好生照料着。若有任何闪失，拿你是问。遵命。什么？林清许那贱人竟然怀孕了！你不在府里陪你那有孕的王妃，来我这做什么？我心里装着谁，你不清楚吗？如今这林清许怀孕在身，是绝佳的机会。
若是她即将生产之时被人劫走，那便是那皇帝小儿容不下我这个辅政大臣。到时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坐上那个位置。如此，我便是这大周的皇后。到时大周岂不是我离国的囊中之物？阿莫，我知道你心有成酸，我也是希望你好的。不过你可一定要答应我，不能对林清许动情，不然人家是会伤心的。我裴木发誓，此生只爱柔儿一人。那阿莫可否让我进王府？王爷，夫人已有身孕，这些礼节就免了。这不是偷我镯子的聂小姐吗？怎么在这儿啊？这聂星人怕是知晓我怀孕，坐不住。偷镯子的是柔儿，这大抵是误会了。她呢，是我义父的女儿，兴许就是下人弄错了，才造成这般误会。再计较，怕是会惹裴木不满。这节骨眼上，还是退一步为好。你看，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要是聂小姐早说是王爷义父的女儿，我就不报官抓你了。好你个林清许，敢硬咬我！今儿个聂小姐过来是有事找王爷。王妃刚有身孕，胎相不稳，就安心在府中养胎吧。我把柔儿接过来陪你解解闷。以后可要多劳烦姐姐照顾了。我听闻怀孕之人讲究个酸儿辣女，可这今儿个这桌却都是些甜食，真是奇了怪。莫不是王妃这胎有什么特别之处？聂小姐有所不知，自我怀孕以来，口味就有所改变。可能是这孩子与我有缘分，知道我喜爱甜食，所以让我馋着一口。想来生出来是个乖巧孩子。但愿如此。王妃，安胎药来了，放着吧，一会儿再喝。等等，这盆栽……回聂小姐，这盆栽是王妃房里的，不知道怎么枯萎了，便让奴婢处理了。突然枯萎，还有药？这盆栽莫不是有什么蹊跷？哦，聂小姐，小心这盆栽脏了您的手。我母亲也曾是爱花之人，我也稍微懂点养花之道，让我瞧瞧。或许也能拯救这盆花。是我学艺不精，拯救不了这盆花。这土里的是安胎药。你确定没错？老夫行医多年，区安胎药渣，怎可断不出？好好的安胎药偏偏断了，林清许这胎定有问题。王爷，我今日有缘遇到一医者，听闻是神医谷弟子，特地给姐姐请来，整个平安脉。林清许，不管你有什么毛病，都逃不过大夫的法眼，就不劳烦神医了。姐姐不过是整个平安脉，何必如此推脱？难不成姐姐心中有鬼，不敢让大夫诊脉？这府医也说了，我刚怀有身孕，最忌惊扰。况且这是我和王爷的第一个孩子，不知出了任何问题，这位神医可担当得起啊？只要王妃不紧张，放轻松，便无惊扰这一说。
既无事，那王妃就请这位神医把下脉吧。若是长久拖下去，怕是会被裴母发现异样。王妃，不好了，谢夫人出事了，谢公子配了马车，请你去谢府一趟。什么？姐姐出了何事？王爷，姐姐出事了，恕我先行离开。诊脉之事，回来再诊不迟。姐姐，诊脉不过片刻，诊完再去也来得及。聂心柔，我姐姐生死未卜，你在这百般阻拦，是何居心？难道你就一点都见不得我好，连我去看望家人都要横加干涉？姐姐莫要激动，我只是担心姐姐身体。况且这神医好不容易请来，错过了可就可惜了。王爷，我与佳姐感情深厚，若是她今日因为我在这里耽误时间而有任何三长两短，恐怕这辈子都良心难安。诊脉之事，待我回来或者夜后这诊脉，我也绝无二话。还望王爷成全。王妃诊完脉再去，本王也好安心。回王爷，王妃怀孕1月有余，气血充足，乃胎相本健之兆。这不可能！聂心柔，你什么意思？我胎相稳健，你也有问题？姐姐莫怪，我只是看姐姐脸色苍白，怕身体抱恙，还望大夫再诊治一下。你若是再拦着我去找姐姐，我怒气攻心，可能真……好了，来人，在，保护王妃，必须万无一失。是。王妃，不好了，谢夫人出事了，谢公子配了马车，请你去谢府一趟。医书上记载，腋下加了冷球，可让脉搏跳动，如珠滚盘，犹如喜分响。该死！林清许若真的有孕，又怎会平白无故的倒掉安胎药？一定是你学艺不精，误诊有孕。老朽学医数10载，看过的病人无数，怎会诊断不出王妃是否怀孕？不过什么？不过据医书记载，腋下夹球可以改变脉搏。我问你，可否有判断怀孕的药物？世间尚无此药。若是女子没有怀孕，每个月会来月事。男性，你去盯着点林清许。是。林清许，这一次我誓要不准你把柄。糟了，用的药只能将浑水延缓1个月。王妃，你没事吧？血，要是玉石，不行，如今我没有证据，若是贸然进去，林清许这个贱人定会找理由躲过去。若是人赃俱获，林清许，到时我看你怎么狡辩。血，王妃，我这就去请府医。无事，你去拿卫生袋来。王妃，你没有话呀？春桃，你不要怪我没有事先将计划告诉你，实在是此事风险太高。你放心，你去收拾东西吧。明日我便想法子送你出府。王妃，春桃自幼无父无母，自从6岁的时候，你把我从人牙子那儿带出来，我就一直跟着你。如今你要筹谋这么大的事，春桃怎么可以离开你，丢下你呢？快起来，快起来！好，春桃，你放心，只要我活着，定保你无虞。只是这血迹，还要麻烦你帮我处理了。小姐，有人看到王妃的贴身丫鬟在烧东西，看起来像是卫生袋。林清许，这次定要让你扒层皮。再来。你们干什么？哎，是
是我的。这个卫生袋乃丝绸所制，怎么可能是你一个狗奴才用得起的？来人，将其带走。王爷，王妃妄图用假玉来迷惑你，这明显就是图谋不轨。来人，在，叫王妃过来。是。王妃，作何解释？王爷，我当是什么事呢？我如今有孕在身，用不了这卫生袋，就给春桃用了。这狗奴才若是大大方方的用卫生袋，为何要将其偷偷烧掉？依我看，你就是做贼心虚，你根本就没有怀孕，你在诓骗王爷。聂小姐，你屡次三番同我过不去，我没有跟你计较过，如今你竟空口污蔑，你到底是何居心？到底有没有污蔑？派人一验便知。来人，请验身嬷嬷来。等验身嬷嬷给这奴婢验了身，就知道是谁在说谎。王爷，春桃虽是丫鬟，但是还未婚嫁，怎能凭聂小姐一念之词就遭受此等侮辱？若都如此，王府中还有人尽心尽力伺候王爷，为王府效忠吗？王爷，他这是在狡辩，他只是怕真相被揭露了而已。聂小姐，你已经请过神医为我诊断，怎么还几次三番的质疑我到底有没有怀孕？难道是我的孩子挡了你的路？你不就想知道我有没有怀孕吗？王爷，妾身恳请王爷，请太医院太医为妾身诊脉。若是妾身诊断出有孕，还请王爷还我一个公道。准了。回王爷，王妃胎相稳定，胎儿康健，并无任何不妥。不过据医书记载，腋下夹球可以改变脉搏。今日假孕之事，差点被聂金荣发现，日后我们要被他盯上。这瓶药服下之后，便会有怀孕的。王爷，怎么可能？三番两次躲避诊脉，这明显就是有问题的。够了！太医都说了，夫人已有身孕，你莫要打王妃的主意。叶心，你越生气，裴母只会越厌弃。裴母还需要我这个人来接。我好不容易才攀上裴母这个圣主，若是让人进去，这我怎么有面子？王爷，兰妃，怎么了？我肚子好疼啊！来人，传太医。没事吧？太医，快！病舍阵亡，王妃她到底怎么了？王妃有流产倾向。啊！好端端的怎么会流产了？来人，啊，给我查！我还要借着孩子给那皇帝小儿扣帽子。阿木，你怎么来了？我同你说过，不许动林清虚。你为何还对他的饭菜里动手脚？你可知孩子对我的大义至关重要？为什么一定要孩子？世人皆知你宠爱林清虚，若是皇帝杀了他，你一样有借口的呀！稚子无辜，方显出皇帝的不容于人。一介女流，怎知这些？阿木，你放手！阿木，你不是说你喜欢我的吗？这些都是骗我的吗？裴母，你可别忘了，是谁把你从死人堆里捞出来的？今晚就离开王府，回你的洛城去。从今之后，不要再回到圣境。但是我
都靠不住。感谢王爷这段时日的照顾，自此之后，你我二人一别两宽。王爷，这么让他离开，会不会对您的计划再生波折？跟上去，就地诛杀。是。这瓶药服下之后，便会有怀孕特征。叶心柔，谢谢你帮了我一把。真是万幸，这次孩子是保住了。好，来人，赏！谢王爷。此番虽无大碍，以后可还得小心啊。是。如今万事俱备，接下来就只差东风。咦！你们要干什么？可知我家夫人是何人？我们自然知道你是谁。摄政王妃林清许，今日便是你的死期。你们怎么敢？有何不敢？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找死！谁？知道，等下你趁机离开，去找王爷。你们放了他，我跟你们走。怎么？王妃被绑架了。来人，跟我去找王妃。王爷，我们抓的人不是王妃。废物，连个手无寸铁的女人都抓不住。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先去皇宫，把皇帝想来绑架王妃的事情散播出去。是。对了，把城门关上，然后以防万一，一见到王妃立刻拿下。是。去吧。别浪费时间了，给我松绑吧。松绑？你的命可是别人花重金买的，挣完你这一单，哥儿几个可以去春花楼潇洒几个月。这不是我安排的事。小姐，我们买通的绑匪已经将王妃成功抓住了。很好，裴墨，你竟然不顾往事情分，派人追杀我！啊！你是谁？你要做什么？裴墨啊，裴墨，你不是一直想要利用林清许吗？那我就坐等你和皇上两败俱伤后，坐收渔翁之利。到时整个大周竟会在我的掌握之中。到时我的父皇一定会加赏于我，将我的母后从婢女升为妃子。对了，大哥，他们给你多少钱？我可以出10倍，不20倍。我们在江湖混，讲的就是一个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花招。我有个朋友，就是因为叛变，啥也没捞到，还丢了一条性命。你休要误导我！秀玉，你死哪儿去了？你人再不来，我真的要死了！公子，我们没有找到林姑娘。什么？赶紧带人去找。是。夫人，不好了，夫人，少爷今天带着一大群人匆匆离开，里面好多武夫，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快带我去！哦，夫君这是要去哪？有事要出去一趟。不许！大哥，等等，我还没玩过孕妇，反正这女人今天就活不成了，不如让咱们哥俩乐呵乐呵。听说摄政王对这个王妃极度宠爱，想必他讨男人欢心的功夫定然不错。
宝贝，我来了！你可以试试，是你的速度快，还是我簪中见血封喉的鹤顶红快？妈的，臭娘们儿！谢谢二公子。你可知是何人要伤你？我本来以为裴木会派军中之人来，没想到是绑匪。也是，反正跟他脱不了干系。摄政王，他要杀你。清许，你跟我走吧。起风了，走不了。就算我面前这是座高山，我也要翻山越岭，走到顶端。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你这么着急去见呢？究竟是事还是人？谢无云，你在这儿干什么？清许，你们，谢无云，你知不知道她是我妹妹啊？姐姐，我跟姐夫真的没有僭越之情，你误会了。清许，跟我来。放肆！你们竟敢拦我！让我进去！绑架发生变故，裴木说不定已经知道你的计划，正等着你一进宫就一网打尽呀。就算是刀山火海，我也要去。只有坐上那个位置，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不然我生死就在别人一念之间。裴木如今到哪儿了？1个时辰前就进宫了。这孩子的眼睛形状和吴云的一样。你们，姐姐，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时间不等人，等我回来细细跟你解释。不准走！不准走！姐姐，我和谢无云真的没有什么。这孩子，是不是你跟谢无云的？姐姐，你在说什么？这孩子和谢无云有什么关系啊？你别骗我了！你和他眉目传情，我早都看在眼里了。姐姐，你真的误会了。我现在没时间解释，我必须马上离开。今日若是不把话说清楚，我就要让所有人都看看摄政王妃作为有夫之妇是如何勾引自己姐夫私通生子的。姐姐慎言，我不知姐姐从哪儿听到的谗言。谢无云只是我的盟友，这孩子是王爷的盟友。你真当我是瞎子，还是以为你和他在酒楼里搂搂抱抱无人知晓啊？姐姐，你误会了，我们那是误会。你好好瞧瞧这孩子的眼睛，倒是比祠堂里的花枪更像的。裴木已经进宫了，若我此刻不入宫夺权，所有算计都将竹篮打水一场空。妹妹，从小到大我什么都让着你，你不喜摄政王，我甚至想过为你替嫁。可是你呢？你如今这样毁我婚姻，夺我夫君。来人，把他给我拦住！他手里的是谢家的血，断不能带出府去。大胆！我是摄政王妃，我手里的是摄政王嫡系亲脉。你们蔑视皇族，是想以下犯上不成？快给我退下！你快去，这里交给我。阿云，你姐姐，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等我回来一定给你解释清楚。太祖遗诏将皇位传给我，皇叔你这是要弑君不成？陛下可知，这摄政王是先帝亲封，他说幼主姓臧，需诚心静气方可治国。如今看来，先帝当真慧眼如炬。摄政王可还记得，你曾在先帝面前，把我是要好好辅佐朕，
不知皇叔还记得“忠贞”二字怎么写？我勤勤恳恳辅佐陛下，你为何要恩将仇报，把我夫人绑走？你可知他腹中还有我的嫡脉？快说，我夫人在哪里？到底什么情况？到底怎么了呀？到底发生什么事？什么？没有问题啊，不知道。难道圣上当真看不得摄政王扩大势力，抓了王妃，想要让摄政王让渡权力？世人皆知，摄政王爱王妃入骨，咱还是小看了这个陛下。王妃来了！啊，王妃来了！摄政王妃。吴传召，不得入内。如今你们也听见了，陛下和摄政王正在因我而发生争执。若是他们二人因此事而君臣离心，你们担当得起吗？皇叔这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戏码演给御史台看倒合适，不知皇叔可认得此物？这是我的信。难道抓走林清雪的人，当真是这皇帝想的不成？皇叔，若将此物昭告天下，那些拥戴您的门阀是信忠贞摄政王，还是杀妻枭雄？不可能！我做的如此有力，他一介少女，怎么可能拿到证据？定是在诈我！你莫要给我扣罪名，交出王妃！念在你我叔侄一场的份上，我定不会为难你，痛快的给你一个全尸。王爷，王爷。林清雪怎么会出现在这儿？若她是我的侄儿，我只能先下手了。陛下，你为什么要绑架臣妾？王爷，陛下不仅绑架了我，还逼我伪造血书，污蔑你，要杀害我，连我们的孩子也不放过。若不是我拼死生下的，您唯一的孩子就夭折了。你还有何话要说？摄政王妃，你可知真正想要杀你的人是站在你旁边的摄政王？我不信，王爷那么宠我，怎么可能杀害我？陛下，这离间计未免太过拙劣了吧？大家都听到了吧？陛下构陷忠臣，残害皇室血脉，你当真要尽忠于如此不忠不义之君吗？听说应该听谁的？这个如何杀法了？敢敢对陛下不敬，杀我这！再敢动手，陛下就没命了！来人呐！有刺客！人刺杀陛下，杀无赦！不行！说，是谁派你来的？王爷，今天下死妾身了，烈血歹人冲过来掳走妾身，还要害我们的孩子。妾身满心都是恐惧，害怕王爷许不着臣妾，又担心肚子里的孩子有什么闪失，不知道孩子是不是受到了惊吓，竟然提早出生。臣妾就想着，就算臣妾不要这条命，也要护住我们唯一的孩子。你是不是很惊讶？早在知道你被抓走后，我就知道你变了。倒是本王小瞧了你，本以为你真的被皇帝喜欢抓走，谁知道别有二心呢。都用孩子为你铺路，难道我还要对你感恩戴德吗？你这股子狠劲儿，我很喜欢，只不过可惜了。没用，本王准备了金丝软甲、刀枪。受鸡不出声，要杀要剐，随你便。
敢！哼，不愧是本王的王妃，有点手段，竟让宰相家的小子为你所用。那也比不得你，你有心悦之人，还一直给我上演恩爱恶心戏码，这一切都是你罪有应得。里面什么情况？王妃，里面怎么没声了？什么情况？圣上因我怀孕要劫持我，我也因此跟圣上发生争执，他们二人已在打斗中双双死亡。这可如何是好啊！王爷没了，皇上也没了，就没有爹，这可如何是好啊！圣上和摄政王都没了，皇室凋零，如今只有摄政王的血脉为皇室血脉，可堪继承大统。哎呀，是啊，不可！如今圣上和摄政王皆已离世，皇室血脉凋零，唯有这孩子与皇室关系最近，但这孩子尚在襁褓，太过年幼，怎么能担得起治国之重任呢？对呀，可找一辅佐之人。一旦出现辅政之人，朝堂之上极有可能外戚专权，或者权臣当道的局面。届时，这孩子不过是被各方势力摆弄的傀儡，国家大权旁落，大出的江山社稷必将陷入危机呀！哎呀，是啊，可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如今要保皇室正统，只有……小姐，不好了！监视摄政王府的人说，王妃抬了一副棺材，听说是王爷轰了。什么？这林清雪没死？真是一个废物！裴木啊裴木，你算尽诸多，想螳螂捕蝉，没想到竟被林清雪这黄雀抢了先。不对，裴木准备诸多，这么轻易就死了，这其中定有问题。兰心，你帮我去查一查，这裴木进宫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等等，我告诉你，如果看到林清雪，妹妹，节哀。皇儿登基之事还需尽快完结。你别过来，让我不客气了。他们两个，你选一个，扶我走。别动他，你放了他就让你走。阿如，对不起，清雪不能死。究竟是不能，还是你使不得？既然你这么看重他，老子自然是要带着他走啊！给我追！多谢希尔公子，上次见希尔公子射箭准头不错，没想到身手也这么好。我这人虽然毒术不太行，但这一身蛮力还是不错的。林姑娘以后便就叫我无忧吧，咱们也算是共患难了。叫我希尔公子什么的，太
太客气了。二公子啊，无忧，你太谦虚了。你这身身手，要是参加武举，定能争个武状元回来。可是我说错了什么？你没错，是父亲不许。父亲自大哥无恙官场后，便逼迫我参加科举，意欲攻打门楣。可我连乡试都是垫底，哪是你所料？无忧，我虽为女子，却也知道人各有所长。你爹希望你入朝为官，是为你好。可若你违背本心，即使当了官，你自己也不快乐。走武举这条路，可以让你施展所长，保卫国家，又何尝不是一条光明大道呢？林姑娘，咱们回去吧，天有些晚了，城门就要关了。这是离国狼卫，拓跋部的粗头。离国当真是狼子野心，定知晓摄政王已死，才敢入圣京杀人。可是离国为何要害我？难道请二公子帮我查一件事？有什么事尽管告诉我，我保证给你办漂亮了。请二公子帮我查查，聂心柔和离国有何纠葛？走。一群废物，一个女人和孩子都搞不定。本来可以快速得手的，但被谢府的人插了一脚。谢府可是林清许那个好姐夫。对。对不住啊。这鸳鸯可真是栩栩如生啊！只是可惜了，这熊鸳鸯脏了。夫人，你说，若是有人引熊鸳鸯远去，是该将熊鸳鸯杀了，还是杀了勾引他的人？你是谁？想必夫人也不想你的夫君满心都是别的女人。怎么了？少夫人不好了，少爷半夜又出去了，定是又去见二小姐那狐妹子去了。你怎么把孩子带来了？这虽不是我的孩子，可若是别人发现我对这孩子不够亲近，起疑就不好了。哎，对了，朝中那些反对的大臣如何了？都已经解决了，想必不久，皇儿就能登上皇位了。这如何是死？竟然不是林清许。是你，谢少夫人如此心不在焉，难不成谢公子和摄政王妃在颠鸾倒凤不成？你休要胡说！究竟是我胡说，还是少夫人不肯承认呢？难道少夫人就这么甘心被人踩在脚下，看着自己心爱的夫君被别的女人抢走？他们两个，你选一个，放我走！别动他，你放了他就让你走。少夫人，不如你跟我合作，让林清曲倒台。这样的话，你就能成为谢家独一无二的当家主母。或许这谢公子啊会伤心一阵，不过有你细心照顾，陪他走出风声，他想放弃你都难。好，我可以跟你合作，但是你绝对不能动谢无语。放心，我的目标只有林清许。谢无语为何还来？无语，别怪我心狠，
我只是想保护你，保护谢家。吉时已到。请新皇登基。等一下，大胆，胆敢扰乱新帝登基大典，来人，在，把他拿下。是。住手！我要揭发摄政王妃混淆皇室子嗣，这个孩子根本就不是摄政王的血脉。聂小姐，你栽赃皇族，该当何罪？我既然敢告，自然是有证据。带上来。王妃可看清楚，可认得此人？这不是王府的府医。聂小姐叫他来有何目的？王妃承认就好。今日我便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揭发林清许收买府医，弄虚作假，混淆皇室子嗣。聂姑娘这话可不能乱说。左右陪木已不在，死无对证。聂先生，我倒要看看你如何做。我问你，你给王妃诊脉时，王妃可有怀孕？当初确实是王妃找到小的，金银钱财相用，谢谢王妃。小的拒绝后，王妃竟以我家人做威胁，小的不得不帮助王妃，一起欺瞒王爷。王府爷，你空口白牙，肆意诬陷，当真不怕报应二字吗？如果你不想让你的儿子有事，明天就把我交给你，乖乖说出。娘娘，你就承认吧，小的帮您欺瞒王爷，本就不该。如今外姓人登基，我不能一错再错，让大周易主啊！娘娘，若真如这女子所言，断不可让此子为帝。聂姑娘怕不是忘了，我怀孕时，摄政王亲自请了太医院院士为我诊断，太医院有记录在册，我还能收买太医不成？对啊，太医院院主最是刚正不阿，自是不会欺瞒摄政王。谁知道你是不是用了什么手段迷惑他？真相究竟如何，一验便知。摄政王已故，只留下我们母子二人，怎么样？滴骨认亲。滴骨认亲就是将孩子的血液滴在裴木的骨头上，若血液渗入，则为亲生子；若不能，这个孩子的身份便不言而喻。孩子尚在襁褓，怎经得起这般折腾？况且我夫君才刚下葬，你这种要求有违常理。王妃这是心虚了，不敢验。若这孩子不是皇室血脉而继承大统，那这皇室颜面何在？这天下百姓又如何看大周？不对，王妃，此事关乎皇室血脉正统，不容小觑。如今摄政王已逝，这孩子若要继承大统，的确需给天下人一个交代，还望王妃以大局为重。凭他一言之词，就要让我儿遭受折腾，取我夫君尸骨。况且开棺取骨、滴骨认亲这等法子，闻所未闻。我夫君为大周基业呕心沥血，你们现在就要趁他尸骨未寒开棺取骨，这是对逝者的大不敬。别拿这些借口来搪塞，说到底就是不敢。若没做过亏心事，何去滴骨认亲？王妃，臣也深知此举也许有些不妥，但如今满朝文武、天下百姓都在关注着，若不进行滴骨验亲，怕难以抵住悠悠众口。日后朝堂之上也会因此纷争不断，不利于国家的稳定。还请王妃三思。恐怕难以服众。好，我答应。好，我答应。只是我儿若是验出摄政王之子，诸位又该当如何？自然是登基为帝，
若儿低谷燕青成功，我愿为他亲自择一位帝师。是，就依王妃所言，在下可万万不可。帝师负责辅导主君，责任重大，关乎着未来君王的学识修养和治国之道，怎能由王妃一人决定？如今的当务之急是皇室血脉的延续，若帝师德行有亏，再将其换下便是。王妃，请吧。大家看到了吧？这个孩子根本就不是摄政王，林清许混淆皇室血脉，理应当斩。来人，将王妃押下去。等一下，血融合了。这不可能！春桃，等一下你去找个匕首来，记住要在碱水里保管。都是你的计谋，低谷燕青是你所说，为郑我而清白，现在结果对你不利，你就胡搅蛮缠。诸位大臣，聂心柔栽赃陷害皇室，该当何罪？按照我朝律法，应当杖责100。那若是叛国呢？理当问斩。胡说八道！我没叛过。聂心柔8岁时来到大周洛城，之后就一直到处奔走。有意思的是，你每到一处就与离国的探子接轨，这不是叛国是什么？来人，在，将聂心柔拿下，不是问斩。是。报！离国来犯，已攻下边境的怀城，如今正朝洛城方向进发，洛城已危在旦夕。聂清许，待我离国铁骑踏破大周之日，我定让你成为我离国人人可数的贱婢。太后，此番离军来势凶猛，想必是有备而来，我们应该尽快做出应对。以老臣之见，当下我朝兵力粮草皆不足，贸然出兵与离军正面交锋，胜算渺茫。不妨请使者前去离国，探清他们的意图，以谈判拖延时间，从长计议。谈判？离国狼子野心早已昭然若揭，都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此时派使者过去，不是示弱是什么？难道我们就任人宰割不成？卑职愿带兵前往边境，抵御离国军队，定要让离国知道，大周领土不容侵犯。张统领，万万不可！手中掌管着京城的卫戍部队，您要是到了边境，那京城安危该如何？一旦京城有失，整个大周江山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呀！若按你所言，一味的求和，等离国兵临城下，我们再反抗，一切就都晚了。到时候，圣经一样保不住。请太后定夺。即刻发布募兵令，寻找京城及周边郡县青壮年，凡击杀敌军者，赏良田100亩。另让百姓协助运送粮草，保障后勤。我要让离国看看，大周虽有幼主，但无庶民。嘘，等我回来。我要报名参军。姓名：谢无忧。年龄：18。报！边关大捷，北境军已收复3关，离军已退回离国。好，此番北境将士功不可没。为感谢大周将士，本宫决定开仓放粮3月，大周全体上下免除1年赋税。另礼部筹备祭天仪式，本宫要告慰阵亡将士在天之灵。是时候兑现我的上。
如今边关大紧，之前诸位大臣答应我可自选帝师。如今我选谢无云为我儿帝师。万万不可！虽说谢无云乃是宰相之子，但他身有残疾，行动不便，如何能担起教导未来天子这等重任？是啊，太后，帝师肩负着培养储君、学识品德和治国之道的重任。谢无云虽是宰相之子，却并无官职在身，还请陛下三思。请太后三思，请陛下三思。诸位大臣，谢无云虽不良于行，但他是宰相之子，从小饱读诗书，智谋过人，更是救过本宫和圣上于危难之中。他虽身有残疾，又有何妨？古今中外，多少能人之士，虽身体有恙，但依然能为国家和百姓做出巨大贡献。是需时刻陪伴在皇子身边，教导皇子礼仪、骑射等诸多技能。谢无云连正常行走都无法做到，怎能带领皇子学习骑射？这有何难？圣上的礼仪教导自有礼官负责，骑射武术再请一位武师教导即可。治国理政靠的是智慧和谋略，本宫愿意用自己的名誉作保。若谢无云不能胜任帝师之职，本宫愿承担一切后果。既然太后愿意相信谢无云，并且愿意做保，那老臣认为，给谢无云一个机会，若在教导圣上之时有不当之处，再做更换也不迟。臣等附议。好，那就这么定了。谢无云，从今日起，你便是圣上的帝师，希望你尽心尽力，教导出一位贤能的君主。臣定不负太后所托，愿倾尽全力辅佐圣上。古瓦塔，你此番失令，父王不怪你，只是大周连番胜利，更是扣住你要挟离国，割让土地。为父不能让我的女儿受此折辱。西域冰蝉高，伏在脖颈间，便如沉睡般安宁。待离国破城之日，为父自会将你的骨灰迁入宗庙。父皇，自从8岁离开离国，你第一次救我古瓦塔，只是可惜，我在你心里终究抵不过一座城池。好久没有看过离国的纳尔西索斯，好想再看一次。情绪，其实我猜得了，这一切也不会结束。你以为林清虚垂帘听政之后，你就能关起门来过你的小日子？哼，像我，前朝连宰相都是太后的裙下之臣。你若是想要谢无云的心，除非林清虚行事。此毒无色无味，欲摄即入，时候6个时辰便会毒发。太后，我听闻你们2位在此用膳，特意做了你爱喝的粥，给你送过来。
太后，让奴婢先试试。清雪，你莫不是信不过我？姐姐莫要多想，丫鬟也是尽责，别无他意。我好久没喝羹了，可否让我尝尝味道？不要！为何太后喝的，为夫喝不得？此羹以西域冰片调味，男子喝了有损阳气。传御医。回太后，此乃真毒，服下6个时辰后便会暴毙。退下吧。是。林清柔何时变成如此歹毒的人了？我歹毒，谢无语，若不是你心心念念的都是我这个妹妹，我又怎会落得如此境地啊？之前是我未能查明真相，我对不住你。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对你亲妹妹动手啊！更何况清许现在是太后啊！清许，谢无语，你有多久没叫过我清柔了？你还记得吗？清许，你要是害怕摄政王的话，我替你嫁。曾经我以为是情若如果重让你试探发现，是要为自己而活，爱人当先爱己。由爱故生有，由爱故生无。你既已知君心非奴欲，何不学绿萼手寒枝，自珍自爱，方不负天地生我玲珑心。你作为既得利者，当然可以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了。看在你往日真情待我的份上，我便饶你一命。来人，在。传旨，林清柔自请遁入空门，非诏不得出寺。姐姐，你就在里面好好反省。是。放开我！林清柔，你不得好死！谢情可有异议？谢情，我准备登基武帝。自古以来，还未有女子称帝，恐怕会有阻碍。这百官真是虚伪，我已然摄政，随便找个傀儡皇帝装装样子，就能堵上他们的嘴。我偏要捅破这层窗户纸看，他们能奈我何？即便要遭世人唾骂，你也要走完最后一步。自我以太后监国以来，我遭受的非议和唾骂还少。那我便送陛下走完这最后一程。天命所归，承运兴邦，即日起改元承运。女皇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朕为乾坤浩荡，社稷攸归，今值良辰，四登大宝，统御万方，以为梨树之荫，兹特死不昭天下。一、减免赋税，凡遭战乱州辖，免钱粮3年，民生困苦者，着户部粟役赈济。二、兴女学，开科取士，设令株洲府开设女子学堂，女子可赴京应试，
首科女进士，着入翰林院编修；女举人，免袭家，赋税3载，以照崇文重教之理。另，凡女子年及16，可设立女部，独立造起，与男子一视同仁。3. 褒奖忠良，严惩贪墨，朕以人心治天下，然于立志一道，必深知以言行。凡怠政害民、贪赃枉法者，无论品质高低，一律严惩，绝不宽待。女皇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臣因受陛下点拨，方才获得这将军之位。如今离国降书已呈于太庙，这虎符还望陛下收回。谢卿可知虎符为何做成1分为2？回陛下，虎符1分为2，一半在军，一半在将，为的是君臣相齐，缺一不可。谢卿，这天下你愿和朕一起守？臣愿意。迎进去，就是我们天下。